老话说得好，喝酒误事。弹幕里面可以说说看，你们见识过的最离谱的醉酒表现。当然了，一个人喝酒的杀伤力其实还不算大。当一群人喝酒，而且还是在激情昂扬的体育场上时，这些疯狂的球迷又会做出怎样离谱的行为呢？曾经在美国克利夫兰举行过一次棒球比赛，为了吸引流量，搞了一个活动。当天的啤酒只要10美分一杯。随后场上就出现了一些不可思议的行为，有强吻裁判的，有扔鞭炮的，甚至还出现了裸奔斗殴等等疯狂的行为。在这之前，我还以为那些偷偷跑进赛场和球员合影的就已经挺出格的了，没想到在酒精的作用下，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也不知道是哪个营销鬼才想出来的点子，搞得全场都嗨过了头，引来了好几十辆警车，最终棒球赛只能被迫提前取消。上世纪70年代，雪佛兰的一条广告火出了圈，棒球、热狗、苹果派和雪佛兰，他们都一起去了美国。这句歌词朗朗上口。同一年，有许多棒球联盟俱乐部在这基础上还加了啤酒一词，而事实证明，棒球与啤酒确实非常搭。为了吸引更多的观众，管理层还进行了低价营销，球迷们只需要花费10美分就能买到一杯啤酒，这样的促销活动非常受欢迎。不过这里有一个大前提，那就是每人只能限购2杯，避免酒后生事。一直以来，10美分的啤酒促销活动传承的都挺好的，而直到1974年，一场臭名昭著的棒球比赛摧毁了这一切。1974年6月4日，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的克利夫兰印第安人队对阵德州游骑兵队。这场比赛绝对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因为在1个星期前，两支球队在德州的阿灵顿体育场刚刚交过手，可过程并不愉快。当时在赛场上，两支队伍的球员已经拳脚相向，干了起来。后来在球队回到教练席的时候，游骑兵队的球迷又气不过，向印第安人队球员扔去了食物和酒，非常的嚣张。梁子算是结下了。而且当游骑兵队的老板被记者提问会不会担心在1周后的比赛中印第安人队的球迷也会做出同样的反应时，老板还嘲讽道，根本就不需要担心报复，他们那里好像并没有那么多的球迷吧。其实这也不能全怪人家老板，因为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印第安人队确实遭受了长达近40年的黑暗时期，他们一直无法打进季后赛，带来的直接问题就是上座率不佳。与此同时，球迷的侮辱行为再加上球队老板的讽刺，已经让许多人都感到不爽了。团队也正想方设法要提高上座率，因此就连克利夫兰的各大知名电视节目都开始煽动当地球迷前去支持印第安人队。果然，这种方式精准地刺激到了大批观众，再加上10美分的低价啤酒营销，本来预计只有13000名观众的球场，实际到场人数超过了25000人。6月4日比赛当天，355毫升的啤酒仅需要10美分，正常价格的话起码要65美分。虽说每人限购6瓶，但并没有任何管理者出面监督。很快，啤酒摊就供不应求，谁还管有没有超过6瓶？他们甚至还允许球迷隔着围栏直接从啤酒卡车上灌满酒杯，几乎是畅饮的节奏。而与此同时，两支球队的比赛也进行得如火如荼。起初，游骑兵队以5比1领先。每当他们队的球员前来击球，看台总是嘘声一片。不过，很快球员的精彩表现就要变得黯然失色了，因为喝酒的球迷逐渐开始变得不安分。先是一名女子跑向了印第安人队，她裸露着上身，还试图强吻第3垒的裁判，这在现场引起了很大的骚动。很快，这名女子被制止并带离现场。此时的看台还时不时会出现鞭炮声，严重干扰了比赛。但这还不算什么，因为下一位更是重量级的。这次是一名男性，他在球场疯狂裸奔，又引得一阵惊呼声。其实1974年的美国刚好是裸奔热潮的一年，在公共场合裸奔成为了当时最奇怪最新潮的流行趋势之一，尤其在大学校园和体育赛事中，裸奔的频率最高。就连同一年的奥斯卡颁奖典礼上，主持人大卫尼文还调侃说道，想想人类一生中可能唯一的笑料就是脱光光并展示出自己的缺点，这难道不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吗？总之在1974年，裸奔这一古怪的行为一跃成为了时尚巅峰。随着球迷频繁往返于无人啤酒摊，一杯又一杯的进度，根本就无人在意限购这一回事了。因此，醉汉的行为也越来越出格了。有不少球迷借着酒精都冲进了赛场，扰乱比赛秩序不说，他们还将随身携带的东西全部都扔向里面，就比如高尔夫球、电池、网球、啤酒等等。有的差点就砸向了球员。后来情况越来越糟糕了，因为印第安人队的勒隆里不小心击中了游骑兵队的投手弗格森·詹姆斯的腹部，导致他瘫倒在地上，面露难色。看台上的球迷们更像是打了鸡血，立刻高呼再打他，用力。因为受了伤，弗格森把单打机会让给了其他球员，这使得了勒隆拿下了1分。游骑兵队的老板表示抗议，却被印第安人队的粉丝报复泼了啤酒。
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又有一对父子跳下了围栏，在游骑兵队的外场手面前脱了裤子以表嘲讽。疯狂的球迷不停地干扰比赛，维持秩序的工作人员也很无奈。播音员大声地提醒观众不要去球场上奔跑，可对于醉酒的人来说，自己才是赛场上的真正主角。随着比赛的进行，球迷们不断地制造麻烦，包括对着球员扔热狗、吐口水，而且还向球员们扔鞭炮、放烟花。而真正的骚乱是发生在第9局之后，印第安人队把比分追平至5比5，赛事逐渐紧张了起来。此时有一位名叫特里的年轻人从外场座位上跳了下来，试图去抢走游骑兵队的外场手杰夫·巴勒斯的帽子。在两人对峙过程当中，特里还把杰夫给绊倒了。一旁观战的老板以为是杰夫遭到了袭击，立刻毫不犹豫地拿起棒球棍要冲上场。其他球员也跟着老板抄起了家伙，眼看着游骑兵队来势汹汹，数百名球迷也上头了，他们纷纷冲进赛场，一场混战就此拉开序幕。而此时游骑兵队一行人发现杰夫其实并没有大碍，但为时已晚，怎么叫都已经不听使唤了。醉酒的球迷们可管不了这么多，他们不再是只知道裸奔捣乱的观众，而是迅速转变为一群愤怒的暴徒。他们手里挥舞着刀和链条，还把座椅拆了下来当成武器扔向游骑兵队。据说有球迷手里的刀根本就不是什么弹簧刀，而是一把完整的猎刀，这可是要杀人见血的节奏了。只能说情况糟糕到了极点。25人的游骑兵队被将近200多名的暴徒迅速包围了起来，混乱之中又有一部分球迷嫌势不够大，正准备翻过围栏跑向球场。此时印第安人队的主帅意识到情况不妙，他赶紧命令球员们拿起棒球棍上场，帮助游骑兵队。好好的一场比赛直接上演成为了球迷与球员的互殴。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混战，情况逐步恶化。喝多了的暴徒丝毫没有手软，他们对着球员拳打脚踢，许多球员的头部和手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割伤，非常的荒唐。眼看着这场比赛是没有办法好好继续打了，播音员大声宣布比赛提前结束，这让正常安静看比赛的球迷们非常的失望，他们只能悻悻离场，远离这场闹剧。而在球场上，两队的球员还是寡不敌众，趁着一阵空档，他们迅速穿过隧道离开了现场。可怕的是，这些暴徒依然不肯罢休，他们简直无法无天，在球场上大肆破坏。大家可能想问，体育场上的工作人员这个时候去了哪里了呢？怎么也都不去制止的？其实当天在场的工作人员一共有50人，外加2名克利夫兰警察，面对几万人的观众，怎么应付得过来？而在暴乱过程当中，匆忙离场的球迷实在是太多了，他们首先要做的就是维持秩序撤退，根本就没有办法抽身来管暴徒们的事。体育馆负责人只能赶紧报警请求支援。据了解，骚乱持续了大概20分钟，当时现场来了20多辆巡逻警车，就连体育记者去采访球迷也无缘无故被打了。好在没有人因为这场闹剧而付出生命的代价，但毫无疑问的是，酒精是引发骚乱的重要原因。管理层在设置低价营销的同时，并没有严格限购啤酒数量，他们忘记了醉汉的行为会有多么的糟糕，而且还是在集体喝醉的情况下，场面绝对会失控。果不其然，整个赛场反倒成为了醉汉们的狂欢。其实，在体育赛事中出现骚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那基本上都是个别情况，而且是在可控范围之内的。显然，史美芬啤酒之夜的骚乱已经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管理层为了上座率想尽了办法，比赛前造势、低价营销，无非就是吸引更多的球迷来到现场，但忽略了最重要的一条，那就是过量的酒精会改变人的思考方式，比如当众裸奔、亲吻裁判、拿走比赛器具等等，总之出尽了洋相。总之还是希望各类球迷都能够控制好自身行为，少一些骚乱，不要把暴力行为带进体育赛事当中。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喝酒不要贪杯，喝多容易误事，未成年人禁止喝酒。那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各位还听说过哪些离谱的体育新闻？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言。如果觉得视频做得还不错的话，也别忘了点赞、收藏和投币。我是郑郑，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